很多老司机开车3、4个小时都不觉得累，而你还没开1个小时啊，就累得腰酸背疼的啊，哭天喊地的。这是因为啥？因为咱们新手没有老司机身体好吗？并不是，大多数原因是因为你不会正确调节咱们的驾驶坐姿造成的，再加上咱们新手开车本身没有经验，上路以后那不正确的驾驶坐姿啊，就像现在暴弟这种情况啊，暴弟给大家来一个错误示范啊，很多新手都像这样啊，靠背调得特别直，然后呢和前方离得特别近，对不对？这样不正确的驾驶坐姿，再加上本身新手没有经验啊，你上路以后你坐姿不正确，加上高度集中的精神，那可不就容易累吗？对不对？特别是经常跑高速或者说跑长途的朋友，如果说你不懂得这个坐姿如何正确的去调节啊，那跑高速不仅累，而且呢还存在安全隐患。那今天暴弟就来给朋友们分享一个适合你自己的舒适又安全的调节坐姿的方法，是根据咱们自己人的身体去调节的，不是某个固定的点位新手掌握以后，开车让你不仅舒适又安全。新手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我发现很多新手的坐姿都不正确。那么我们想要调节好座椅，它是有步骤的。首先第一步就是调节这个座椅的高低这一点很关键。为什么说要先调节座椅的高低？因为座椅的高低影响着我们观察前方的一个视野的效果，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说这个坐姿太低了，我们看前方的视线就会非常差。如果说太高了，这个车顶就会顶到我们的头，对不对？无论怎么都不舒服。所以说咱们想要调节座椅的高低，一个标准就是咱们目光往前看的话，刚好能够看到挡风玻璃中间偏上一点的位置，这就是刚好的一个距离。那么这个时候咱们看前方的视线是最宽广的。那么调节好这个高低以后，再来调节座椅的前后距离。为什么咱们调节座椅的前后要放在第二步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个座椅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座椅升高和降低你会发现座椅现在降低，它是又往后走又往下走，对不对？也就是说是斜着降低的，而上升呢也是斜着上升的。所以说咱们如果说把这个上下调节放在第二步或者说第三步，那么你会发现你调节好的座椅又被这个上下给搞乱了。大家看一下，对不对？我现在往下降，它就是斜着往下下的，而我往上升，它也是这样斜着往上升的。所以说咱们要先调节好这个高低以后，高低不动，然后呢再来调节前后的座椅。大家看一下，前后它是垂直前后的，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暴弟说的，为什么要把这个前后放在第二步。咱们前后距离如何去调节呢？其实调节前后它也是有标准的，并不是说像刚才开始暴弟给大家演示的一样，而很多新手也是这样，觉得咱这个座椅越靠前越好，越靠前觉得看前方越清晰，对不对？觉得离这个玻璃镜我观察的会更广。其实呢，你这样想法想法是好的，但是呢做法是错的。为啥呢？因为咱先不说这个视野大小，咱先不说看前方的视野会不会宽广，你想想你调节的这么近首先第一个坐的不舒服，对不对？第二个咱们身体距离这个方向盘特别近。我们要知道方向盘中间这一块它是有个安全气囊的，如果说你万一发生了交通事故发生了一点点的交通事故吧，你靠这么近，这个气囊突然弹出来，那么你胸口离这个气囊这么近，它根本没有气囊缓冲的空间，那么这个时候气囊它就不是保护而是伤害了。所以说咱无论你是新手还是老司机，咱开车的时候都不要距离这个方向盘这么近，给这个气囊留一个足够的弹出的空间，把这个气囊和咱们胸口离开一个缓冲的空间，这时气囊它就是一个保护状态了，对不对？这是第一个距离太近的坏处。第二个就是说咱们靠得太近脚下空间就更小了暴弟再往前调一下，大家看我的腿，如果说我的脚去踩油门和刹车的话，我的膝盖已经顶到了这个方向盘支柱，对不对？那么我去切换的时候它会不会影响到我的腿呢？对不对？你看一下，已经摩擦到了。这如果说关键时刻我们需要踩刹车你切换不过来，这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所以说咱新手一定不要把座椅调得特别的靠前。那咱如何去正常的调节咱们这个座椅前后的距离呢？很简单，暴弟先把座椅往后调一下然后呢大家看我的右脚，
咱右脚啊先踩住这个刹车，踩下去，深踩下去，然后呢再去调节这个座椅的前后。座椅前后距离怎么调节呢？咱看这个大腿和小腿之间的弧度，一般最舒适的角度就是说大腿和小腿中间这个角度保持110度左右最为适宜。好，大概就是这个角度。那么这个距离大家看一下，咱们无论是踩刹车也好，还是说踩油门也好，都可以轻松的去切换，并且呢咱们的腿距离这个转向支柱大家看一下，还有1拳的距离，对不对？咱们挪动的时候也不会说因为这个转向支柱而延误咱们踩刹车的一个时机。这个时候啊，咱们手握方向盘的距离也是刚刚好的，手肘胳膊手肘有一个弯曲的弧度，这时咱们无论是需要急打方向盘还是缓打方向盘，胳膊都是最舒适的一个角度，对不对？那么这个角度咱们刚才暴力给大家演示也看到了，不仅咱们的腿舒服，而且呢咱们的胸口离这个方向盘也有足够的安全距离。那么接下来第3步就调节咱们后边啊这个靠背的角度了。其实呢这个靠背调节就很简单了啊，我先调一下给大家看到这个靠背啊。好，那么这个靠背如何去调节呢？其实很简单，咱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胳膊长短去定制就可以了。咱像抱地一样，把手臂自然向前伸直，把手臂向前伸直，伸直以后把手腕看一下搭在方向盘的顶端上，对不对？像我这样调节到刚好咱们的手往前伸直，刚好手腕可以搭在方向盘上面以后，这就是咱们这个靠背前后的一个距离了。如果说你发现就像这种情况，你的手往前伸直以后搭不上去，那么就把这个靠背往前调节。好，刚好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咱们靠背刚好的一个距离，因为咱们要根据自己的胳膊的一个长短能不能够到这个方向盘的距离去调节靠背，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咱们这个坐姿是非常舒适的，咱们的胸口距离方向盘有缓冲距离，腿也是有1拳的距离，靠背也不是那么的直，对不对？这样咱开车时间长了以后也不容易累。那如果说你发现你的手肘你的手往前伸直以后怎么也不舒服，你怎么也不舒坦，放不上去，你可以试着调节一下这个方向盘。有可能说这个方向盘高低影响到了你，对不对？咱看一下方向盘下方有一个扳手，把它掰弄下来以后，可以进行前后上下去调节了，对不对？把它调节到你觉得刚好合适的位置以后，把这个扳手再掰上来，这样咱们的方向盘也就调节好了。那么咱们方向盘调节好以后，有一个标准是啥呢？咱看到方向盘中间有一个镂空的位置，从这个镂空的位置刚好看到前方完整的一个仪表盘，这就是咱们方向盘最好的一个调节方法。这时咱们的坐姿也都调节好了，这就是咱们坐姿正确的调节方法。那么坐姿调节好以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步暴地把它放在了最后，也就是说调节咱们左右两侧这个后视镜。为什么说要把这个后视镜调节放在最后面的？大家看一下因为咱如果说你先把后视镜调节好了，你再把这个座椅再去动再去调节，那你会发现你这个后视镜还得重新调节，因为你每这样晃动一下或者说上下做的不一样，你会发现这个后视镜你看到的角度也不一样了。那么接下来暴地就以第一视角的方式来教大家如何去调节这个后视镜。我们先来调节左侧后视镜。我们调节左侧后视镜之前，先找到我们后视镜调节的一个按钮，大家看一下，一般都在我们的门把手这边，大家看一下，对不对？咱们把这个旋钮拧到左侧的这个后视镜，后视镜就可以开始上下左右前后的去调节了。好，那后视镜如何去正确的调节呢？我们调节的时候，先在左侧后视镜里边找到左前门的门把手，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我们把它放在后视镜的左后视镜的右下角。好，大概就是这个位置，是不是很简单？咱们后视镜就调节好了。调节好以后，如果说后方没有这些数，你会发现天空和地面各占一半，车身在后视镜的1/4到1/5，这就是咱们后视镜调节的一个标准。此时左侧后视镜就调节好了，右侧后视镜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找到右后视镜的前门门把手，好，找到以后一样把它放在后视镜的右后视镜的左下角。好，此时咱们右侧后视镜也就调节好了，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怎么样，朋友们，关于暴地以上分享的坐姿和后视镜正确的调节方法你学会了吗？暴地再给大家总结一下第一步先调节咱们坐姿的上下，第二步是调节座椅的前后，第三步调节座椅的靠背，第四步调节方向盘，第五步调节后视镜。
记好这个顺序，我们开车上路以后，让你不仅开车舒适又安全。那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您的观看。